马良连日带夜地在路上跑了好几天，到了一个市镇里，看看离家乡已经很远了，就在这儿暂住下来。他画了许多画，拿到街上去卖，因为他怕人知道，便不让画火起来。画成的东西不是少嘴便是断腿的。一天，他画了一只没有眼睛的白鹤，一不小心在他脸上溅了一滴墨水，白鹤便眼睛一睁，扇起双翼，飞上天去了。这一来，整个市镇都轰动了。当地的官员将这件事奏给了皇帝，皇帝下了一道圣旨，派人来带马良到京城去，给皇帝画画。马良不肯去，他们把他拉去了。马良听见过许多这个坏皇帝欺侮小民百姓的事，心里恨透了，哪肯给皇帝画呢？皇帝叫他画一条龙，他却画了一只大壁虎；皇帝叫他画一只凤，他却画了一只大乌鸦。大壁虎和大乌鸦十分难看，在皇宫里乱爬乱叫，还打起架来，弄得皇宫里乌七八糟。皇帝大为发怒，就命卫士们抢下马良的神笔，将他打入了监牢。皇帝拿到神笔，就自己来画。他先画一座金山，贪心不足的皇帝画了一座又一座，重重叠叠地画了许多。画好一看，哪是金山，却是一堆堆的大石头，上面压得太多，就塌下来，差一点把皇帝的脚也砸伤了。皇帝还不死心，他心里想，画金山不成，就画金砖。他画了一块嫌小，画了一块还嫌小，最后画成好长的一大条。画好一看，哪是金砖，却是一条长长的大蟒蛇，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向他扑来。幸亏卫士们救得快，不然皇帝早被大蟒蛇吃掉了。皇帝没有办法，只得将马良放出来，又假惺惺地对他说了一些好话，什么要给他许多许多金银，什么要封他做很大很大的官。马良一心想夺回神笔，他装作答应下来。皇帝见马良答应了，很是高兴，就把神笔还给了马良，要马良给他画画。皇帝想，画金山、金砖都不成，那么画株摇钱树吧。摇钱树上结的都是钱，轻轻一摇就能掉下许多钱来，这有多好啊！他就叫马良画摇钱树了。马良心里打定了主意，不说什么话，提起神笔一挥，一个无边的大海出现在眼前了。蓝蓝的海水，没有一丝波纹，亮闪闪的像一面大玉镜。皇帝看了很不满意，脸一板喝道：叫你画摇钱树，谁叫你画海？马良在海中央画了个岛，岛上画了株树，说：这不是摇钱树吗？皇帝看见那株树散发着耀眼的金色光芒，咽了几口唾沫，就嘻嘻嘻地笑了起来，急巴巴地对马良说：赶快画只大船吧，我要到岛上去摇钱。马良画了一只船，皇帝就带了许多兵士上船去了。马良画了几笔风，海水皱起密密的波纹，船就开动了。皇帝心里痒痒的，嫌船走得太慢，在船头上叫：风大些，风大些。马良加了几笔粗粗的风，海动荡起来了，船上的帆鼓得满满的，急速向海中央驶去。马良又加上几笔大风，海不安地吼叫起来，卷起汹涌的浪涛，船摇晃起来了。
皇帝开始害怕，向马良扬手，大声地喊道：风够了，风够了！马良装作没有听见，不歇手地画着风。海水发怒了，浪涛扑上船去了，船倾斜了，船上乱起来了。皇帝被海水打得浑身湿漉漉的，抱着船上的桅杆，不住地叫喊：风太大了，船要翻了，不要再画了！马良还是不住手地画风，风更大了，吹来了许多厚厚的乌云，又鸣雷，又闪电，还下起暴雨来。浪更猛了，海水像一堵堵倒塌的高墙，接连不断地往船上压去。船翻了，船碎了，坏皇帝呢？不见了，大概沉到海底去了。神笔马良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。但是马良后来怎样了呢？大家都不清楚。有人说他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和那些种地的伙伴在一起，也有人说他到处流浪，专门给穷苦的人画画。